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说装修的小李哥。上一集我们听完了泰的分享，相信大家已经对2024年加拿大房地产趋势有一个大方向的了解了。这一集我们就接着听 RBC 贷款经理 Alan 来为我们分享加拿大全新的贷款政策以及和装修相关的贷款方案。好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现在就开始今天的影片吧。大家好，谢谢你们大家过来，今天都挺踊跃，大家应该对装修非常有兴趣。当您装修的时候，我们等一下会有 Rodeo 他等一下share 他们的 insight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。但是你要做装修的时候呢，要钱嘛，对不对？不是免费的。所以我的工作呢，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把钱借出来，然后怎么去利用这个钱去做装修。那我先简单讲一下，介绍一下我们的贷款方案，就是你要买房子的时候呢 ，RBC 可以提供怎么样的贷款方案？我就主要讲3个好了，一个就是我们的新移民，新移民就是说，如果你刚刚移民过来的话呢，那我们可以利用你比较低的收入，然后再参考您之前收入，帮你们贷到65%的借款，就是比如说你买一个房子，然后有亲戚要过来要买房子，我们是可以借到65%，然后收入的要求就比较低。那如果你的收入不够的话呢，比如说您在这里很久了，我想这边应该没有什么刚刚来加拿大的吧？有没有？没有，大部分都是在这边比较久的，对吧？如果在这边比较久，你还是想要贷款的话呢，我们有其他的方式，比方说你们在海外有亲戚、有直系亲属，他们比如说小孩、父母或者是兄弟姐妹在国外还有工作，我们也可以参考他们国外的工作来做贷款。那这个的话，国外这个人没有身份的，我们现在是不能买房子嘛，对不对？可是他们在 RBC 的话，他们可以只做贷款的担保人，他们不需要在这个房产的 title 上面，所以就不影响到这个房产税这些东西。那另外就是你有钱有资金100%，比如说你其实有100万，你要买100万的房子，但是你不想动到你那个投资的钱，那我们可以根据你的这边的现金资产再借你65%，就扣掉首付之后。所以其实它这个对收入的要求是很低的。意思就是说，你其实是有现金可以买这个房子，可是你不想动，你想觉得，现在这个投资市场已经要起来啦，我不想动，我想留在那边看看我可不可以赚更多的钱。那我想银行就借钱去买你的房子是可以做到的。然后如果说像现在公寓越来越小，就微型公寓低于500尺以下的房子，现在很多房子，比如说 Junior 2 bedroom 啊，然后就是很 Junior， 就一个500尺塞了2-3个房间。这种我们也可以做 ，RBC 是可以做的，因为很多银行他们是不做的。好，那就大概介绍一下这个 RBC 最有名的就是买 Presale， 买楼花。OK， 那楼花的话，比方说它是买一个很漂亮的楼花，可是它5年以后成交 ，RBC 是可以在你最好的时间，所谓最好的时间，就肯定你收入是够的，比方说你的钱是够的，那我们就可以在这5年中间，我们随便找一个时间，您最好的情况，我们先把这个楼花贷款先落实下来，就把它 firm approval。所谓 firm approval 的意思，其实就是说，只要我们做好了。就算他6年之后成交，7年之后成交，你中间去买了3个房子，去买了2辆车，或者是你决定，我有个客户他就说 Ellen 你赶快批，因为我要去环游世界了，我不要工作了。像这种情况的话，就算他6-7年以后成交，我们不会再看你的信用报告，我们不会再去做 appraisal， 就是估价。比如说这个市场正好你要成交那年，它忽然就是像去年的 COVID 啊这些，它忽然跌了，这样我们就是按照原来我怎么批给你，我们就怎么放款给你，所以这个是很 strong 的。我在 RBC 做22年，我光做贷款我就做了10年。那这10年中间，我有从第一个我2015年做了一个楼花的贷款，然后他2023年才成交，然后他后来变成了 realtor， 他中间买了3个房子。对，那他第一个这个贷款，当时是用新移民特别好做嘛，这个贷款。那当时新移民做，他成交的时候已经不是新移民了，我们还是放款了。所以这个就是 RBC， 就是我们有个口号，就是 We never look back，
我们从来不会往后看这样子。然后再讲到重点，要装修房屋，就像我刚刚一开始提到的，要钱吗？对不对 ？Rodeo 要付钱吧？当然要。你们有好几种方式，你们可以考虑。今天大家来的 purpose 应该都是这个，就看要怎么装修。当然，你有现金就付现金啦，对吧？这没有问题。个人信贷，我们所谓的个人信贷，就是说你自己有个人的 credit line， 你有信用卡，然后这些都是可以去用，或者说你可以申请一个 personal loan， 就是用你的收入去做，这些都是可以利用的。那这个就是 personal 的部分。通常个人信贷利息都比较高，就是 prime 加4啊、5啊，甚至6啊、7，因为它没有抵押品嘛。个人信贷就是按照你个人的收入、你个人的信用去贷钱，所以它没有抵押品。没有抵押品的话，在银行来讲，就是它利息会给你比较高，因为风险比较高。然后再过来就是我们有抵押品的，你自己有房子，那这个房子，比方说你当时买100万，你后来只剩20万贷款，或甚至就是很多人都不喜欢借钱嘛，所以很快就还掉了。可是房子还在，是一个 clear title 的，那你也可以把它利用你的，把这个房屋做抵押，然后按照你的收入再借一笔钱出来。那通常这个房屋抵押的这个贷款利息都是比较低的，因为它有抵押品嘛，就银行可以卖你的房子，如果真的需要的话，所以它的利息通常是 prime， 比方说现在是7.2，就是加拿大这个央行的利息，然后再加0.5，现在来讲是7.7。那跟个人信贷，比如说它是 prime 加52点多，那当然这个比较好。如果你有房子的话，那这个的话就当然希望找 RBC 来做啦，那或者说找你们银行都可以做这个贷。再讲一个我觉得很有趣，很多人都不知道，当你买房的时候，其实你是可以顺便做一个叫做 Purchase Plus 就是你买房子的时候，比方说吧，你是买50万的房子，50万的话，它是买价，你可以去做一个评估。我要修厨房，它通常是不是一个大，不是整个房子拆掉。我要修厨房，我要修厕所，那这个股价是4万块，可以先去把这4万块付掉。我们需要预算，到银行有个预算，然后呢 ，RBC 会再去做一个评估，再去做的评估，我们就不是用50万来借钱，我们就是用4万来借钱，所以可以多借一笔钱给我们。然后等到你这个装修都做好了，你可以先成交。装修做好之后，你可以到律师那边把你的4万块用你的收据拿回来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 purchase plus， 就是再说一次哈，就最后一个嘛，对不对？买50万的房子，成交价50万嘛。如果是去做贷款的话，那银行就假设贷80%好了，就是50万的80%就是40万。那我们已经批下来了，那一般来讲这样就成交了。比如说你3月10号成交，那3月10号就成交了。可是你3月10号之前，你跟我说 ，Ellen， 我觉得我想要把厕所全部再装修一次，我可不可以多借一点钱，用这个房子做抵押？可以。怎么做呢？就是你要先去跟，比如说装修师 contractor 去说，我的预算是多少？比如说他说你这个装修洗手间加厨房要5万块，那我想要做房子做抵押，那你自己身上要先有这个5万块，那你就把这个 invoice 拿到银行。那你现在是50万，那加上5万块，那是不是其实你的房子的价钱变55万了？那我们还是借你40万嘛？那你这多的钱怎么办呢？你可以先去把这个钱付掉，你要先付掉。他是说你要先付掉，我们是规定你要先自己从口袋先付掉这个5万块。可是我们有这个收据的时候呢，我就可以再送一个，我再去做一次估价。我第一次估价是做50万嘛，你的买价，然后你先有个5万块的收据，一个预算给我，我就会再做一个估价，然后估价师他就会再给我一个报告，就不是50万了，他就是50万的买价，再加上这个5万，就变55万。那55万对我来讲，我就再借80%，就变成说本来是借40万。我现在可以做44万的贷款，你的房子当场就涨了5万块。放款的时候不是就是40万吗？可是因为现在你涨了5万块，变成55万了。第一，你的价值涨了，当场你就把你的房价已经升值了。第二就是等你装修好之后，你还是3月10号成交，可能做完是4月1号你才做好嘛，那你这个钱还是要先给他们呀。这个44万这个4万块这个额度是留到律师那边，我们已经把钱给律师了，
然后到时候呢，你装修完这个4万块，你就可以去律师那边再把它 claim 出来，那你那时候的贷款就变成44万，所以你会有一个40万的贷款，你每个月要缴钱的，然后还有一个4万块的贷款是每个月要缴钱，那你的房子就涨到55万了。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个银行都有，但我做过几次，然后每个客户都很高兴，因为其实还蛮有用的。不过它有一个限制，它最多6万块，就是小装修。因为再超过这个6万块，我们就会 consider 你是一个建制性，一个 construction loan、construction mortgage 就是大型的。那我们还有另外 construction loan， 那个就是后话了。好，那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吧？请说，张。它有，对。6个月。6个月。对。可是我必须要像你意思说，我要先预估它花了多少。对，要有个 budget。所以要提到估价单。对，要有估价单，一定要有估价单。估价单呢？估价单，对，一开始我们要先批嘛，先批的时候是估价单。对，只是需要估价单。对，你完成你要拿钱的时候，要去律师那边再把这笔钱拿出来的时候，就需要收据 invoice。有些人真的需要，他可能先跟爸爸妈妈借钱啊，或者是他就觉得，如果我可以把这个房子，他的目的就是第一个，他把房子增值了，对吧？你的房价整个就增值了，那其实是不影响的成交价的，成交价还是50万嘛。那所以有些还蛮多需要的，这个是只是新房子购买是个 question， 就是只是买房子的时候，就最后一个只是买房子，前面3个就是你已经有房子了，你要装修就是用前面3个方式。待会中场休息的时候 ，Alan 都还是会在这边对。好，谢谢大家。就先记住，对，先不要忘记。那我们先介绍下一位讲师。看完这一集影片，您对加拿大最新的贷款政策有进一步的了解了吗？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一个最适合自己的方法，更轻松的完成家中的装修。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或是想法，欢迎您在下方留言和大家分享哦。这一次的讲座，小李哥是第3位的主讲来宾。虽然这一次的主题是如何做装修，但是前2位来宾分享的内容实在是干货满满。如果没有原汁原味的呈现，小李哥觉得就是对不起大家。所以呢，小李哥用了2集，完整的收录了前2位专业讲师的分享，希望大家喜欢。下一集开始将会进入装修的主题，这次由小李哥本人现场和大家说装修哦。最后祝您平安喜乐，我们下一集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